稍微有一点感觉就是了。到时候烘匀的时候，像这些都基本上都就是这些点子啊，包括这些啊，都全部会被云挡住，会被云挡住。看一下哈。哎，大家看一个哈，我这么画下来以后，呢，整个的这个云的气，我一直在跟大家说哈，我们画画，特别是在烘云的时候哈，就要干什么呢？特别是在烘云的时候，就是在布云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个云气呀，你要把它给流出来。你要把云气流出来。大家看今天这个画面哈，今天这个画面，你说有人说这里画瀑布也可以，就说这后面画瀑布吗？这后面画瀑布呢，要画也要画到这边啊，也要画到这边。我们这里是房子，一般来说呢，大家画瀑布的时候，就是不要把那个水啊，正好冲到这个房子上。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大水不要冲到龙王庙啊，你可以把它错开一下，往那边画也可以啊。在安排的时候，你看哈，因为我的下面还没画，下面还有东西哈，还有东西，说不定到时候会在这个位置上安排一个瀑布，从后面哪里流下来啊，安排一个小瀑布，是从后面流下来。然后这边一个瀑布，这边一个瀑布，是吧？它是两股这个水哈。好，就是我刚给大家说了，我们在烘云的时候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就要注意它那个云气流动的时候，它一方面它这么过去了，是吧？一方面这么过去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要从这里过来了，在这边流的云要大啊，要大，这边流的云呢要怎么样呢？要小。啊，这边要小，要精细，要有变化。我为什么敢这么大面积的流云呢？就是因为我说了，我们这个纸啊，它在烘云的时候，它可以让你的想象中的云啊，能够达到你想象中的云的这个效果啊。你比如说我在烘染的时候，哎，这里我觉得让它非常的变化多，那我就可以画了非常多的变化，让它有变化，然后几乎它烘成什么样，最终就是什么样啊。这个是真的理想中的云，那就是最好的哈。这样的话呢，如果是烘染云烘染好了以后，应该是很漂亮的一张画，应该是很漂亮的一张画哈。我们把这里都画了以后，然后将就这个颜色，可以在这些地方啊，再把它擦一下。把它稍微擦一下，不要怕，到时候烘云的时候，这些浓度都是没问题的啊，都是没问题的。你包括你点的这些树啊，我就跟大家说了，我们在这个远处的这些啊，到时候烘染云的时候，就会把它怎么样呢？基本上你会觉得，哎，隐隐约约里面有树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它又被云全部给挡住了。但这个时候就是，既然要烘云了，这里呢就不要这么深啊，你可以稍微虚一点。
就要把它干什么呢？把它和整个这个整个云式啊这些，这个要把它导流下来。但是千万要注意哈，这个时候，你看我安排它的时候是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哈，安排这个位置上的，安排它的时候是靠近它这边的，是吧？靠近它这边的，你千万不要再在这个位置上再安排一块，是吧？你在这个位置上安排一块以后，一下子就把它分成了若干的小的，这是一条一条的了。本来这一条是很大，这条很大，它正好合适的。如果你不知道的，这中间安排一条，好了，你看1、2，看这里如果有一条的话，3、4、5、6，那就把云就分得很散了，所以说这种布云啊，可以这么说吧，布云也好，布石也好，如果你布置的不好，那你整个来说哈，最后完成，哪怕你云烘染的非常好，哪怕你的水也画的非常的好，但是你前面的布石啊，像布云啊布的不好的话，它就麻烦了。如果就跟我说的，如果我在这里画一条，是吧？我在这里再画一条，是吧？我在哪里这里再画一条，然后把它都画得很散，这就完蛋了所以说我们这个，你看今天我们整个这段话，当然现在呢可以放到对，放到正中。还是这么说，我们画画呢，在安排这个画面的时候哈，如果我要是画水墨的，那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它那种就说是，该画的比较深的呀，焦墨啊，或者比较的，它会更加的起效果哈。但是呢，要做色的话呢，好，这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。到时候颜色一做啊，你现在看它呢，到处是花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石头在花，是吧？房子在花，树在花，云也在，都是亮都是亮。包括到时候画了个水以后都很亮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？到时候就需要做色。你比方说，我把树的颜色一做好，是吧？房子的颜色你把它一做好，好，再把水的颜色或者靠近山的颜色把它一压下去，流出来的就是什么呢？流出来，水肯定让它流亮，是吧？水让它流亮，云让它流亮，一下子它的反差就大了，效果就好了。你看哈，我们今天基本上也是把这个画面，昨天画了这一块，今天把整个的这后面的东西把它都画好了。画好以后，一下子大家看这个层次把它这个层次拉了很多。当然，我们下周来有可能会这是因为是湿的嘛，在前面再加一层再加一层像这种形式的树这种形式的树，一下子它层次就更丰富。好，下一周呢，我们就争取添加一些东西，有没有？这里面还有好多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要画还有很多细节要画。然后关键是这个看怎么画看怎么画，是不是就这样子烘匀了它也很漂亮。但如果是我们调整一下画一下，它也很漂亮，就看情况哈。同学们，今天呢我们这段画基本上就画到这里现在看呢，整个画面我把这个一加了以后，但我总是觉得从屏幕上看，因为屏幕是不是太小还是怎么样？我从现场看的话整个的感觉这些是非常的舒服，非常舒服。这个该亮的是吧？该深的、该亮的该这些都出来了。我们今天呢就画到这里今天画到这里。还说了，这段话呢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段话，我也很重视所以说构图也构了好久。然后呢，整体的画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下笔上还是特别的小心争取能够画出来。就说了嘛这个画画，特别是像我们这个上课那真的是有压力的，因为又是完全是个新的构图，是吧？
有时候或者是突然一下一笔画错了，这笔画深了，那笔又怎么样了，都有可能的啊，非常有压力。但是我们争取把压力变成动力，争取完成以后呢，让它很漂亮，是吧？让大家也能够通过这张画的学习，能够学习到更多更好的彩墨技法，好吧？今天就这样子哈，再见。